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蕾蕾，欢迎你来 Les Simple Life 小生活。Bienvenue les amis, aujourd'hui on va faire un dessert traditionnel。反正中秋节也过去了，今天咱们就来个不一样的吧，南瓜豆奶冰皮月饼。冰皮月饼从香港刚发起来的时候，并不受商家的待见，因为纯糯米的皮呢特别软，容易塌。后来加入粘米粉，增加它的韧性。再后来又加入橙米粉，增加它的亮度。这两种粉分别从口感和观感上大大改变了冰皮。可是再怎么改善，做好的冰皮月饼也要尽快食用，实在吃不了也切记不要放在冷藏，直接放冷冻，吃前半小时拿出来解冻再吃。我们开始调粉，60克糯米粉，30克粘米粉，30克橙粉，味道上30克细砂糖，30克炼乳，特殊的来了，加180克豆浆，因为馅料里已经有很多奶味了，加豆浆可以给它双重的复杂的口感。大力搅拌就好。全部融合到一起后，在最后放入30克植物油。中小火蒸半个小时。趁这半个小时，咱们来炒南瓜馅料。炒馅料之前，咱们先做一点高粉。高粉就是把糯米粉炒熟，小火把糯米粉干炒5分钟。像这样微微发黄，并且有烟冒出来的时候，糯米的清香味道也飘出来就可以了。糯米粉炒1勺就够了，我就是顺便多炒一点，以后备用。还有20分钟，咱们的面皮才能熟。这20分钟就炒个南瓜馅儿。耐热的保鲜膜包好160克南瓜，微波炉中高档打2分钟。2分钟之后翻面，再打1分半钟。检查一下有没有熟透，筷子像这样可以轻轻戳进去，就表示熟了。像这样。那南瓜蒸可不可以呢？当然可以啦，只不过微波炉不是更简单吗？熟南瓜用铲子或叉子轻轻戳，非常容易就变成南瓜泥。做好南瓜泥以后，我们开小火，30克黄油。黄油融化以后，放进南瓜泥。调味方面，40克奶粉，30克豆浆，30克细砂糖。我给馅料也加入了豆浆和牛奶的双重口感，大家一定会喜欢的。用中小火一直翻炒7、8分钟。不知不觉它就会变粘稠。
炒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。离火出锅，还用刚才做南瓜泥的那个小碗吧，少刷一个碗，包上保鲜膜之后放进冰箱冷藏。这会儿呢，咱们的月饼皮也蒸好了。用厨房纸吸去上边多余的水分。当然，大家也可以蒸之前给它盖上一个小碗儿，或者盖上保鲜膜。稍微放凉以后，放到盆里。我这里用到一个保鲜袋套在手上防粘，手套也可以，但是这个保鲜袋咱们一会儿还要用。很容易操作，揉了10几下它就变成团了。砧板上少撒一点膏粉。今天给大家的量呢，是可以做20个小月饼，就像做饺子劲儿一样，把它做成20个劲儿。不建议大家放过多的膏粉，因为我们需要这个月饼成型，它是一个非常浑圆的形状。你看，你以为它粘上了，其实轻轻一掰它就开了。我手上是没有膏粉的，但是我压的时候它一点也不粘手，因为里边有植物油嘛。所有的小剂子整理好，盖上一层保鲜膜，防止变干。时间已经过去不少了，南瓜馅儿也已经凉了。南瓜馅儿是10个月饼的量，另外10个做传统一点，红豆沙。红豆沙也是咱们家里自制的，链接就在描述栏里，大家可以去看。我这会儿不会往砧板上放更多的膏粉，而是用到咱们刚才用的那个保鲜袋。用保鲜袋的好处就是它绝对不会粘黏，而且防止用过多的膏粉，这样保持冰皮的粘性，才会让包月饼更简单也更好看。把口收起来这一步是没有什么技巧的，稍微有一点技巧的就是这一步。把口收起后，上边有很多褶子，这样虎口形成一个三角形，左手转动，右手跟着它转，最后出来一个小尖儿，把它揪掉。不用任何特别的工具，家里的刮刀就行。我喜欢把封口放在下边，也就是说，把皮薄的地方放在上边，这样里边馅料的颜色就会露出来一部分，非常好看。撒一点点膏粉，也不会影响它的观感。
刮刀不要用力过猛，如果想要形状更明显的话，那就多停留一会儿，它自然会被塑形。做一个花蕊的感觉，可以用家里的滤网。非常好吃的南瓜豆奶馅月饼就做好了。配上自制的传统的豆沙馅儿，这个月饼不是中秋节你也会想吃的。希望大家喜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Merci les amis, à la prochaine.